上下楼梯膝盖咔咔响，走几步路就酸痛难耐。你是不是以为年纪大了只能认命？听说退化性关节炎一旦找上门，只能吃药打针，最后还得开刀换人工关节，这让人听了心里发毛。但真相并非如此，不用开刀，不必打针，也能让磨损的关节起死回生。今天我们要揭开一个令人振奋的秘密，有骨科名医传授妙招，号称3天就能逆转关节退化，让你的膝盖重新变得好用，走路轻不费力。这听起来是不是很不可思议？别急，先卖个关子。我知道你可能在怀疑，膝盖这种地方软骨磨损了还能自己长回来吗？难道真有这么神奇的方法？接下来我们将先从历史角度看看古人如何对付膝盖退化，再从科学角度解释膝关节退化的秘密，然后一步步揭示现代医学和生活方式如何做到不开刀不打针就改善膝盖退化，特别是几位骨科名医的真知灼见，将彻底改变你对关节退化的看法。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寻回膝盖青春的旅程。膝盖退化绝不是现代人才有的烦恼，在没有手术，人们是怎么和膝关节疼痛斗争的呢？举个例子，中国古代的农民整日劳作，经常下蹲插秧，搬运重物，膝盖负担很重。他们没有止痛药和手术，只能靠休养和简易的偏方，比如用热水泡脚、草药熬汤来缓解膝痛。在中医典籍里，早有鹤膝风这样的病名，描述的就是老年人膝盖肿大疼痛。那时的郎中会用针灸、推拿来给病人治膝盖，也算是不打针不开刀的自然疗法。西方古代也有类似智慧。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建议关节疼痛的病人多休息并适度运动，罗马人则喜欢去温泉泡汤、按摩关节来减轻疼痛。总的来说，适度活动、热敷、按摩这些纯天然手段是古人对付膝关节退化的法宝。虽然没有3天逆转这种说法，但不少饱受膝痛的人靠着持续自我调养，居然也能重新站起来干活，甚至活到古稀还能自己主杖出行。这说明只要方法对路，不靠手术也能和膝盖退化周旋。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我们的身体有自我修复的潜能，只要方法得当，就算不靠手术，依然可能减轻甚至战胜膝盖退化。接下来我们就用科学的放大镜看看膝关节退化的真相，以及人体究竟蕴藏着怎样的自愈奥秘。现代医学研究让我们深入了解膝关节退化的机理。简单来说，膝关节就像一个精巧的铰链，由股骨和胫骨2块骨头构成，中间覆盖着一层光滑的关节软骨。这层软骨好比骨头间的软垫，让膝盖弯曲伸直时顺滑无比，不会骨头直接摩擦骨头。软骨健康时走路就像踩在柔软的草地上，轻盈而适。然而随着年龄增长或长期使用，软骨逐渐磨损变薄，就像汽车轮胎的胎面磨平了一样。软骨一旦磨得所剩无几，骨头直接相互摩擦，就会引发疼痛和炎症。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退化性关节炎。膝关节退化不是一夜发生，而是长期累积的结果。年轻时我们蹦跳跑闹，软骨可能轻微受损，但能自行修复，就像皮肤擦伤后很快痊愈。但中老年后，身体修复能力下降，软骨细胞新陈代谢减慢，修复赶不上磨损，于是损伤越积越多。想象一下，你的软骨原本光滑如冰面，现在却坑坑洼洼布满裂纹，每走一步，膝盖里好像有砂纸在打磨。软骨本身没有神经，但软骨下的骨头和周围组织却感觉到这种摩擦，开始发出抗议、疼痛、肿胀、僵硬，接踵而至。膝关节退化往往伴随着炎症反应，身体试图保护受损关节，会产生发炎和积液来润滑关节，并清理磨损的碎片。可惜发炎过头反而伤害剩余的好软骨，让退化雪上加霜，形成恶性循环。磨损引起发炎，发炎又加剧磨损。还有一个幕后黑手是肌肉力量不足。现代人久坐少动，大腿肌肉和臀部肌肉常常薄弱无力。要知道，股四头肌，也就是大腿前侧的肌肉和周围肌群是膝盖重要的支撑和避震器。肌肉强壮时，每迈一步，肌肉像弹簧一样分担冲击力，
但是如果肌肉无力，这些冲击就直接砸在软骨和骨头上，加速退化。所以同样体重的人，长期锻炼腿部肌肉的比久坐不动的更不容易发生严重的关节退化。哪怕像相扑选手那样体重惊人，只要肌肉够强，膝盖也能挺住。相反，一旦肌肉退化而体重依旧，膝盖很快就吃不消了。再说年龄和体质的影响，上了年纪，软骨细胞懒惰了，不愿意制造新材料来修补损伤。同时，老年人往往存在慢性轻度发炎状态，这种无声无息的炎症会分泌一些物质，破坏软骨，让退化速度加快。难怪有些人明明才50来岁，膝盖却像老了几十年，不仅僵硬，还容易肿胀，这很可能就是炎症在作祟。说了这么多，你也许觉得前景灰暗，年龄、磨损、炎症、肌肉流失，好像所有因素都在把膝盖推向衰败。难道真是岁月不饶人，膝盖也逃不过吗？其然，科学研究发现，软骨虽不像皮肤能完全再生，但绝非毫无修复可能。在退化的早中期，如果减轻关节负担，改善内部环境，软骨细胞仍然会努力工作。有报告指出，膝关节炎患者经过几个月的运动疗法后，关节软骨厚度略有增加，这证明软骨并非不可逆。即使软骨不能完全长回来，我们也能通过强化周围肌肉，减少炎症，让膝盖功能明显提升，疼痛大大减轻。对于日常生活来说，这等于把病情恶化的趋势扭转过来了。台湾骨科权威吕绍瑞医师也强调，退化性关节炎并不只是不可逆的老化过程。如果真是年龄决定一切，两侧膝盖理应退化程度相当，但现实中常常是一侧膝盖比另一侧更严重。这说明日常使用习惯和损伤积累才是关键，意味着我们可以主动改变这些因素，来减缓甚至部分逆转退化。吕医师等专家都提倡优先采取保守治疗，也就是非侵入式疗法，来对抗关节退化。如果方法得当，身体常常会给人惊喜。许多患者按照这些建议，短短几星期甚至几天就感受到膝盖的变化，肿胀消退了，行走顺畅，上楼梯也不那么费劲了。这些积极变化证明，我们真的有机会扭转颓势，把膝盖拉回健康的轨道上。说了这么多，关键来了，到底如何在不手术、不打针的情况下，帮助膝盖自我修复，逆转退化趋势呢？归纳专家们的经验，有几个方向必不可少：肌肉锻炼、关节活动、体重控制、抗炎营养，再加上一些日常习惯的调整。下面我们逐一展开，教你用现代医学认可的自然疗法，好好呵护你的膝盖。一、肌力训练。第一招，也是最重要的一招，就是锻炼膝盖周围的肌肉。肌肉越有力，膝关节受到的冲击就越小，等于给膝盖装了一套额外的避震系统。其中最关键的是大腿前侧的股四头肌。许多骨科医师都会先让膝关节退化的病人练股四头肌，因为它能有效稳定膝盖骨和膝关节，在你走路、上下楼梯时帮忙承担更多重量。怎么锻炼股四头肌？别担心，不用去健身房，也不需要高难度动作。骨科名医蔡凯宙医师分享了一个简单又有效的动作，其实就是坐姿抬腿。找一把椅子坐好，双脚平放地面，然后将右腿伸直抬起，脚尖朝上，膝盖尽量打直。你会感觉大腿前侧肌肉收紧发力，坚持5秒，再慢慢放下。换左腿做同样动作，左右腿交替，每条腿一天累计做50下以上，可以分多次完成。比如坐着看电视时，每隔几分钟抬腿10下，不知不觉就完成了目标。这个动作妙在不会增加膝关节磨损，因为坐着抬腿时膝盖并未承受体重，却能充分刺激股四头肌变强壮。别小看这个动作，它可是复健科医生传授的基础功。坚持几周后，你会惊讶地发现，上楼梯没以前那么费力了，蹲下站起也稳当多了。这就是股四头肌强壮带来的好处。如果做到后来这个动作已经毫不费劲，你还可以挑战升级版，半蹲墙靠，也叫太空椅，背靠墙站立，双脚前移半步，缓慢下蹲，让膝盖微屈，大腿和地面呈45度左右，保持10到30秒再站起。这个动作强度更高，能进一步强化大腿肌肉。记住，膝盖不要超过脚尖，量力而为，
逐渐增加坚持时间。除了大腿前侧，大腿后侧肌群和臀肌也要加强。腿后肌群强壮有助于膝盖稳定，臀部肌肉则影响下肢立线是否正确。你可以加强腿后肌肉，比如站立扶墙，慢慢弯曲膝盖，让脚跟往臀部靠近，感觉大腿后侧发力，反复20下，或者平躺屈膝，将臀部抬高离开床面，停2秒再放下，同样重复20下，这样锻炼大腿后侧和臀部肌肉，能进一步稳固膝关节。2. 关节活动与伸展。光有肌肉力量还不够，我们还要保持膝关节的灵活度。长期不动或姿势不当，膝盖会变僵硬，好像门轴生锈一样，这不仅让人行动迟缓，也会限制软骨的营养供应。软骨没有血管，全靠关节液来提供营养，而关节液只有在关节活动时才能滋润到软骨表面，所以运动就是最好的润滑剂。这句话在关节保养上一点不假。每天花点时间给膝盖做做保养操。早上起床后，先坐在床沿，双脚悬空，前后轻轻摆动小腿给膝盖热身，然后试着做抱膝拉伸，仰躺在床上，一腿伸直放平，另一腿屈膝抱向胸口，尽量让膝盖弯曲到最大角度，保持5秒再放下，换另一侧。这样的动作可让膝关节充分弯曲活动。一开始可能弯得不够紧，但日复一日，膝盖的灵活度会慢慢提高。另一个关键是拉伸腿部肌肉，腿筋太紧会牵拉膝关节，使膝盖无法完全伸直，走路姿势受影响。可以坐在垫子上，双腿向前伸直，尽量弯腰，用手去碰脚踝或脚尖，碰不到也没关系，感觉膝盖后方和小腿有拉伸感，保持10秒，然后放松，重复几次。长期坚持可让大腿后侧肌腱变柔软，膝盖活动更顺畅，股四头肌的伸展也不能忘。方法很简单，站立扶住椅背，一手抓住同侧脚踝往后提，让脚跟靠近臀部，感觉大腿前侧被拉伸，维持5到10秒，左右腿交替进行。这可舒缓大腿前侧肌肉，避免其过紧而压迫膝盖骨。小腿肌肉也别忽视，利用墙壁做小腿伸展，可以缓解小腿紧绷，对膝关节有益处。3. 控制体重。每1公斤体重都是压在膝盖上的石头，这句话一点不夸张。人在走路时，膝关节承受的压力体重的3到5倍，也就是说，如果你超重10公斤，膝盖每一步就多承受30-40公斤的额外压力，长期下来，软骨不加速磨损才怪。因此，控制体重是保护膝盖的基本法则之一。研究显示，体重每减轻 10%， 膝痛症状可减轻至少1半。许多又胖又膝痛的人成功减重后，发现上下楼梯不用再扶手，甚至原本准备换关节的手术都延后或不需要了。怎样减重对膝盖最好呢？医生会建议饮食控制结合有氧运动，双管齐下。饮食上，关键是少糖少油，甜食和含糖饮料不仅让人发胖，更会加重身体的发炎反应，对关节百害而无一利。所以想护膝，就尽量戒掉含糖饮料、蛋糕、饼干等高糖食品，平时多吃天然的高纤维蔬菜水果和优质蛋白，少吃油腻的加工食品，这样既控制体重，又提供关节需要的营养。运动方面，选择低冲击的有氧运动，既能燃烧热量又不伤膝盖，快走、骑自行车、游泳、椭圆机都是不错的选择。尤其游泳或水中健身，有水的浮力可大幅减轻关节负担，同时水的阻力又能锻炼肌肉，一举两得。如果不能游泳，每天饭后快走也是很好的减重方法。走路时尽量挑软一点的路面，比如公园步道，并穿有缓冲减震的运动鞋，能减少对膝盖的冲击。另外，要特别注意腰腹肥胖的问题。肚子大的即使总体重不算太夸张，也会分泌更多发炎物质，危害膝关节。减掉啤酒肚不光是为了美观，更是为了降低关节发炎的风险。瘦下来的腰围会给膝盖减轻很大负担。4. 抗炎营养与保健。除了运动和体重，别忘了从营养下手，帮助关节抗炎和修复。一些食物和营养素对缓解关节炎症、保护软骨有益处，堪称不打针的药。首先是 Omega-3 脂肪酸，它具有很强的抗炎作用，可以每周吃几次富含 Omega-3 的深海鱼，比如鲑鱼、沙丁鱼、
或者直接服用鱼油补充剂，帮助减少关节内的发炎反应。另外注意补充维生素 D 和钙，维 D 不足会导致骨骼和肌肉变弱，关节更加容易出问题。适当晒晒太阳或服用维生素 D 补充剂，对骨骼和肌肉健康都有好处。钙则能维持骨头的强度，骨骼结实了，膝关节才能更稳定。牛奶、深绿色蔬菜等富含钙质，必要时也可以适量服用钙片。说到保健品，市面上热门的葡萄糖胺、软骨素等，经多年使用证明对不少人有帮助。虽然效果因人而异，但很多医生认为可以一试。这些成分本来就是软骨的原料，有研究指出它们能减轻疼痛，减缓软骨流失。一般建议服用2到3个月观察，有效就继续，没效也没什么损失。还有人通过摄入胶原蛋白来强健关节，比如喝猪脚、鸡爪熬成的高汤，或者服用胶原蛋白粉，希望为软骨提供养分。虽说胶原蛋白吃下去未必直接就变成你的软骨，但提供充足的蛋白质原料，总归有利于组织修复。再比如姜黄、绿茶等富含抗氧化、抗炎物质的食材，对关节健康也有潜在益处，不妨纳入日常饮食。需要提醒的是，保健营养只是辅助，根本上还是靠运动锻炼和体重管理。营养跟上了，身体才有材料去修补受损软骨，但要真正逆转退化，还得靠我们自己动起来，坚持练起来。5. 日常习惯调整。最后别忘了生活中的细节习惯，很多膝关节的退化都是日常小伤积累的结果，我们可以通过改变习惯来避免继续伤害膝盖，尽量避免长时间深蹲或跪姿这些给膝盖高压力的动作，比如擦地板时不要直接跪地，至少垫个软垫或者带护膝，捡东西时尽量蹲下去拾取，代替跪姿或过度弯腰。上下楼梯时，下楼对膝盖的冲击更大，走下楼最好扶着扶手或者放慢步伐，减少震荡。选择合适的鞋子和辅具也很重要，鞋底要有弹性和缓冲，不要穿底又硬又薄的鞋子。中老年人宜穿气垫运动鞋或软底休闲鞋，走路时鞋子能帮你吸收一部分震荡，需要的时候可以带弹性护膝来保暖支撑，或使用拐杖、登山杖帮忙分担一部分重量。这些辅具并不丢人，用好了反而能延长膝盖的使用寿命，但也别过度依赖护具，以免腿部肌肉变懒惰。另外，要善用冷热敷来护理膝盖。运动后若感觉膝盖有点肿胀不适，可以冰敷15分钟减轻肿胀。平时若膝关节僵硬疼痛，则可热敷促进血液循环。睡前用热水泡泡脚或热毛巾敷膝盖，也能放松软组织，让第二天膝盖更灵活。有空的时候给膝盖做点按摩也大有好处。骨科医生常推荐按揉膝盖骨下方两侧的小凹陷处，也就是俗称的膝眼，每天按摩几分钟，能促进局部血流，减轻不适。还有不少人通过中医针灸缓解膝痛，这些理疗作为辅助手段未尝不可，配合前面的运动和锻炼，能让改善效果更好。说了这么多，你可能会想，既然养护膝盖需要慢慢锻炼，那所谓的3天逆转关节退化又是怎么回事呢？其实3天逆转并不是指72小时内长出新软骨，而是指在短时间内让膝盖开始扭转退化的趋势，进入一个良性循环。骨科名医们发现，只要照他们的方法去做，许多人在3天左右就会感觉膝盖状况有明显改进，疼痛减轻，走路顺畅不少。这种快速的改善会给人极大的信心和动力，让大家坚持下去，最终实现真正的逆转。不妨给自己来一个3天护膝行动方案吧。第1天，让膝盖好好休息一下，同时开始轻柔活动，避免长时间走动或下蹲，但也别整天不动。可以用温水泡脚放松，并轻轻摆动膝盖或者按摩膝眼。晚上睡前做几组坐姿抬腿练习，提前把大腿肌肉叫醒。第2天，开始规律锻炼和调整饮食，安排每天固定3次的肌力训练，例如早中晚各做几组抬腿和桥式，并配合相应的伸展动作。正式戒掉含糖饮料和甜食，多喝水，多吃蔬菜水果和优质蛋白。餐后或傍晚出去快走15分钟，让膝盖逐渐适应运动节奏。如果运动后有点酸胀，记得冰敷一下缓解。第3天，在前2天基础上加码巩固，
可以尝试练习半蹲墙，靠锻炼腿力，也可以去游泳或骑车半小时，进一步增强腿部肌肉耐力。注意，仍然保持清淡、低糖、高营养的饮食。睡前用热毛巾敷敷膝盖，再按摩一下膝眼。此时你可能已经感觉膝盖比前几天轻松了许多，请继续保持这些好习惯。3天下来，你或许已经感受到膝盖的变化，没以前那么疼了，动作也灵活了一些，这说明对的方法正在生效。不过3天只是起步，下去才能让退化真正逆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把这些练习和习惯融入日常生活，让你的膝盖一天天地变强。总而言之，膝关节退化并非无法抗衡的命运，通过科学锻炼、合理休养和营养支持，我们完全可以让膝盖从退化走向更健康的状态。不开刀，不打针，并不是放弃治疗，而是用更聪明、更主动的方式去治疗。我们不再把希望寄托在手术刀上，而是把希望握在自己手中。人体有强大的自愈力，只要引导得当，肌肉可以变强，炎症可以减轻，软骨也能慢慢修补一点点。别小看这恢复的10%、20%，对生活质量而言就是巨大的飞跃。比如从不敢下蹲到可以自如地系鞋带，从走几步就痛到能悠闲散步1小时，这些都是生活品质的质变。当然，每个人情况不同，严重的关节退化可能需要更长时间，甚至配合医疗手段，但至少我们已经掌握了主动权。与其坐等关节炎比一天差，不如每天主动让它好一点点。日积月累，你的膝盖就会越来越年轻。最后，想象一下未来的自己，走路轻快，爬楼无碍，甚至能陪孙辈跑跑跳跳。到那时，你一定会庆幸现在努力锻炼、保养膝盖的自己。3天是一个起点，而坚持会带来长久的回报。从今天开始，好好善待你的膝盖，相信用不了多久，膝盖好走不费力的愿望就将成为现实。